Hello，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那距离我们活动开始还有2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再稍等一下。那2分钟后我们就7点半的3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准时开始。线上的小伙伴如果有任何关于职位或者关于亚马逊或者 AWS 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有一个问问题的一个 tab 进行提问，然后我们会有同事去给大家进行回答。好，那现在时间下午3点半，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的活动。首先感谢各位抽空参与今天的技术分享会。那我是 Tim，那我们今天会有几位的同事呢来跟大家分享AWS 云端工程师职涯，还有网络相关的技术。那首先介绍家人他是台北的那个 Ops Manager。然后我呢也是 Ops Manager，那我是位在都柏林，那还有Mark。Mark 会负责介绍这个今天后半段的网络技术分享的部分。那我们今天总共会有画面上看到这几个主题首先会介绍关于 AWS Support 的组织，然后我们的工作内容以及职涯发展。那家人呢会分享那个领导力准则跟我们的面试的一些小诀窍。那马克会负责技术分享，最后还有一个Q&A。那在过程中，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透过GoToWebinar 的功能在线上提问。那我们工作人员有看到的话，就会在线上及时回答给各位。好，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Tim。那我在2017年加入 AWS Support 的这个组织。那我加入的时候，我是Cloud Support Engineer，我在 Big Data 的 team 里面担任 Cloud Support Engineer。那目前在2020年的时候，我转任Operations Manager，然后relocate 到Dublin 这边来，带领这边的中文技术支援团队。那我在加入AWS Support 之前呢，我是在台湾雅虎担任Data Engineer 是负责数据处理的相关的一些工作。首先呢，我们相信大家对 Amazon 或多或少都有认识那 Amazon 是一个全球最以顾客为中心的一个企业。那我们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各式各样的一些服务除了 Amazon 起家的购物之外，那 AWS 也是我们后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业务，那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那首先很快的大概介绍一下 AWS。AWS 是亚马逊里面提供企业云端服务的一个业务部门。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提供差不多有将近200项的服务包括运算储存大数据机器学习等等等等。那我们的客户遍布各种不同的
规模的一些企业。那全球目前提供了24个地理区，总共77个可用区这样的一个服务给我们全球的一些客户。AWS Support 呢是在 AWS 里面提供客户技术支援的一个单位，那我们提供全年无休24小时的一个技术服务，然后同时我们也提供不同语言的一些支援服务。那我们呢今天参与的成员呢都是来自于中文资源的一个技术团队。那我们平常呢，刚才前面提到嘛，我们的任务呢，主要是提供给客户技术服务，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服务。那客户常常会问我们的问题呢，大概有这几类哈，这边简单一些举例哈，就首先呢，他可能会比较单纯的就是他使用 AWS 服务的时候碰到一些困难或是一些不会的问题，或是一些故障，他想要知道原因怎么解决，这是我们最常碰到的。比如说资料库它发生故障，他没有办法写入资料，或是没办法读取资料的时候，他就会发一个 case 给我们，那我们就协助客户查询，到底是为什么原因会无法存取资料。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比如说一些比较概念性或者架构上的问题，说，比如说我怎么样防止骇客攻击，我在架构上我要做些什么，然后我在我的应用程式设计上我需要做些什么，这些也是我们服务的一些范围。那诸如此类，可能还有一些网络延迟啊，或怎么加速啊，或者是说客户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周年庆，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常见的双11，然后可能最近会有一些年节的活动，或者甚至是大型 event，像那个奥运等等那在这些特殊活动期间，那我们也提供支援帮客户做standby 监看他们系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状况如果有问题我们就及时介入处理这个也都是我们的服务的范围。那Cloud Support Engineer 呢刚才解释一下我们碰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的主要责任呢当然最直白的说，就是我们要去帮客户解决掉他们碰到的任何大小的技术问题。所以根据我们的客户跟我们他订阅的 support plan 我们有不同等级的技术资源那其中包括比如说他可以利用 email chat 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直接做线上的一些交流。然后呢我们刚才提到一些服务怎么操作啊，然后我怎么配置，怎么设定我的这些我使用的一些服务，然后故障的时候我们帮助客户做故障诊断。然后刚才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大型活动期间我们帮客户做待命监看以及及时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这些都是我们的 Cloud Support Engineer 的一个工作范围。那 Cloud Support Engineer 呢，其实我们遍布在全球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州有很多的办公室。那各位在画面上看到那个标成黄色的地方，就是目前中文团队所在的位置那中文团队目前最大的点在台北，然后再来第二个时区就是都柏林这边的时区，然后接下来就会是西雅图这边的时区。我们都有中文团队的人员跟资源的工程师来协助客户解决他们各式各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的 Cloud Support Engineer 呢，其实是来自于各个领域的一些技术专家。那根据我们的服务的不同，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技术专家来协助客户解决他们的问题，比如像作业系统类的Linux、Windows， 然后可能是资料库我们有 Oracle 的专家，有 MySQL 的专家等等，大数据的专家，然后甚至是开发领域的各种不同的专精的一些工程师在我们的团队里面能够协助到客户。那在今天各位来参加这个活动呢，就是我们很大一个目的是想要让各位了解在 AWS 里面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内容。那各位如果将来有机会加入我们的团队的话，那你可能一开始你可能不会是这么熟悉的 AWS 的一些服务跟技术的细节，所以呢，我们有制定了一个完善的一个3阶段的一个训练计划。首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你刚到职的期间，你可能会要开始熟悉我们的内部的一些基本的服务，然后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你的账号设定等等权限设定，然后这些设定好了之后呢，就会开始第二个阶段正式的 New Hire Training。那 New Hire Training 这个期间呢，我们会告诉你一些核心服务里面，比如说像 EC2、S3 等等这些核心服务的使用，然后
在完成这个 new hire training 的阶段之后呢，就会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各个团队领域里面做更进阶的一个线上的一个on job 的一个 training， 然后呢还有一些非跟技术无关的，比如说 soft skill 的一些相关的训练也都包含在这个第三阶段里面。那总共3个阶段的一个训练呢，我们会有指派一个资深的同事担任你的导师就是 mentor 所以他会带领你从开始你的 on board 的第一天到你3阶段训练完成陪伴你，就是你有碰到任何问题你都可以找你的跟你的 mentor 做询问，然后他也会协助你走过这3个完整的一个训练的一个阶段。那在 AWS Support 这个组织里面呢怎么样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的就是我的职涯的发展跟我的职涯规划。那我们在以 Support Engineer 来说，我们的职涯的发展，当然我们最着重的是技术能力本身。那技术这个方面呢，我们大概就有2个方向首先呢，你进来你可能会先朝向技术深化的方向那所以呢，我们每个 support engineer 呢都在我们内部要去参加一个所谓的subject matter expert 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内部考试。那这个考试呢，就是会验证你是某一个服务的一个技术领域技术的一个专家所以你可能就会透过这个考试来加深你的针对某个特定的 service 做加深你的技术能力。那当你在一个领域成为技术专家之后，下一个阶段你要往下一个阶段走的时候，我们看的就是你可不可以跨出你原来的领域变成一个往技术广度的方向走。所以说除了你原本的那个特定的 service 的技术领域之外，我们鼓励你也是希望你可以走向另外一个不同的 service 培养第2个甚至是第3个不同领域的技术专长这是在 Cloud Support Engineer 的技术深化跟广度的部分。那在职涯发展方面呢，大概我们说角色的这个 role 的一个发展，就是除了 Cloud Support Engineer 之外，如果说你对于技术领域是比较想要专注在技术领域的话，那我们就会往下一个阶段可能是 L4 的工程师 L5 的工程师往下一个阶段走。那下一个角色呢，可能就会是担任我们的某一个服务的，比如说 Support Ops， 它其实就是你可以想象成它是 Support Engineer 的 Support 所以它等于是你的背后的一个支持。当你有碰到我们的 Support Engineer 碰到有一些困难，或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请求 Support Ops 帮忙。那这些 Support Ops 就都是我们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技术专家，他可以协助我们的 Support Engineer 去处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那这个是下一个阶段。那再有人就可能会继续往下一个阶段，就是变成 Senior Cloud Support Engineer， 或者是说有些人说我觉得我可能想要朝向不同角色或不同的职涯发展的话，像我个人就会是往后来我就转到 Ops Manager 就是转往这个管理的一个方向。那比如说像待会也会介绍 Mark， 就是继续往Senior Cloud Support Engineer 这条路线发展。那除了在 Support 的这个组织里面之外呢，我们当然也在 Amazon 里面其实是很欢迎大家去跨部门去尝试不同的一个角色，所以你也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尝试其他的一个角色，这个也都是非常欢迎，也都是非常透明开放的。好，那我们目前中文技术资源团队刚才有很快介绍到大概就是主要的赛在台北然后其次再是第2个赛就是都柏林然后第3个赛是西雅图。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宣传，就是我们台北跟都柏林都有很多的职位职缺正在招募中所以待会会后呢最后会介绍我们今天招募职位相关的一些资讯也请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欢迎大家来尝试，也欢迎大家来应征我们很期望之后可以跟各位合作一起工作。好，那我这边大概简单介绍 AWS 的工作跟职涯的发展那接下来我就交给 Mark。好，那大家好，我是 Mark， 那谢谢 King 帮我们介绍 AWS Support。那我自己加入 AWS Support 的话，也是快4年的时间。那我一开始是 Cloud Support
engineer。那我跟 King 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就是像刚刚讲，我是持续走工程师的路径。那我先说说我上一份工作内容。我上一份主要是做 R&D。那我在 VivoCake 是一个安控公司做IP camera 的底层网络程序开发。那我也用 Golang 去写后端的服务器，那包含 RESTful API 的服务器或者是 WebRTC 的Signal Server。那我在亚马逊这边的话，我是负责网络内容跟CDN 相关服务。那我也会处理一些 WAF 啦，比如说像 SQL injection 或者 quasi script 或者 DDoS 相关的问题。OK， 好，那等一下 ，OK， 好，那我这边的话，因为我其实是 Cross Support Engineer，所以我一路走过来，所以我想要透过我们 Cross Support Engineer 的子梗来去分享，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云端资源工程师到底在做什么？那我们先从最左边的 CSA 开始。那 CSA 的话，其实它的全称是 Cross Support Associate。那 CSA 的话，大部分都是工作1到2年，或者是大学毕业生，那对技术还没有那么熟悉。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指派去处理一些比较基础的案例，来慢慢累积自己的技术含量。那像企业的资源客户的案例，我们就比较不会让 CSA 处理。那我这边想要补充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企业资源。那因为 AWS 的技术支持，它是有分plan。主要有3种付费 plan， 那开发者那个商业，然后跟企业。那通常企业的客户的话，它的规模可能比较大，它的问题可能会面向比较多元、比较复杂。那所以在 CSA 这个阶段的话，我们会专精在比较单一的服务，或者是比较基础的技术问题。那等到技术含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CSA 会在各个内部的我们内部的流程去评估，你可不可以晋升到 CSE， 那也就是 Cross Support Engineer。那这个过程通常在半年到1年左右。那到了 CSE 以后，就是一个可以快速累积实力的阶段。那 CSE 的话，通常你就会接触各式各样的案例。那不管是严重程度，因为我们刚刚讲我们 Support Plan 除了有分各种 Plan 以外，客户开启的案例也有分严重程度，有1到5是最紧急。那5通常我们会在15分钟内回复客户。那 CSE 这时候开始就会接触到各式各样，不管是严重或不严重，或者是技术比较深的一个问题，那快速累积自己的实力，那也会在自己的一个技术领域的某一个干衣服务会去做一个更多的累积。那当你到干衣服务累积到一定的量、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会透过 King 刚刚讲的叫做 Subject Matter Expert， 就是 我们快速叫做 SNE 的这个内部的一个考试跟认证。那如果你过了这个考试以后，我们就认为你是这个服务的专家。那举个例来说，我自己其实是 EOB， 也就是 Elastic Load Balancing 的 SNE。那我就是通过考试成为 EOB一个专家以后，我之后我会接触到更多的挑战，因为我可能会去接触到刚刚讲的，我可能会刚做 support office， 那我会去接触到其他 engineer， 可能针对 EOB 没办法处理一个案例，他可能会 escalation 给我。但是除了挑战以外，我们也会得到我自己也会得到更多机会，因为我可以去加入全球EOB 的一个讨论群组，里面会包含全球的EOB 史密的 support 工程师，也会包含我们那个 EOB 的开发团队。那我们定期会有会议去讨论，或者是1个礼拜或1个月会有training会议，会去了解到 EOB 最新的一个客户的反馈。EOB 最新的一个技术，那什么时候要让取一些新的功能？那除了这个的话，我们也会负责就是全球的一个教育训练，来去协助我们的 support engineer 去熟悉 EOB 这个产品。所以说，其实你除了更多挑战以外，你也得到更深入这个服务的一个机会。那除了这块以外，通常在 CSE 这个时候，你会去处理到刚刚讲的，你会当 support officer， 你可能会去处理到escalation 的一些 case。那这个其实 escalation 的 case 通常代表这 case 其实已经比较着急，那客户可能有 production pain， 那这个时候就会需要你有比较专业的
知识，去了解怎么去安抚客户，怎么去让客户去理解我们怎么协助他更快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你可能在这方面你会去跟内部多个团队去合作，来更快帮客户去找到他的一个问题呢去解决。所以刚在经过这个步骤以后，你会进入到下一个 level 叫我们在那个内部叫做 CSEQ。那 CSEQ 的话，你除了单一个领域的话，你会去专精于更多个领域。更多的一个服务，举例来说，你可能不会只专精于 ERP 这个服务，你可能还会专精于你的比如说我是网络，那网络我可能会专精于比如说 DDoS 或者是 WAF 的一个技术领域。那为什么我们会需要 CSEQ 去专精更多领域呢？那其实是因为像一个典型的客户 case， 其实可能它会包含各式各样的一个 AWS 的网络服务。举个例来说，客户的架构里面可能包含着最前端有 CloudFront 的 CDN， 那中间有负载均衡器 ELB， 最后面是 EKS， 可能是container 一个容器。那刚刚客户的服务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今天你这3个元件你都非常了解的话，其实你可以用一个 big picture 的方式去看这个问题，可以更快协助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们预期 CSEQ 会需要做到的事情。那当你在专精1到2个的服务以上以后，那最后你会进入到叫做 Senior Cross Support Engineer。Senior Cross Support Engineer 的话，就是你会专精整个技术领域，比如说网络的技术领域，你也会主要负责去解决一些没有明确方向的技术问题。那这个时候你也会去加入一些全球的一些专案，去改善全球的一些 Cross Support Engineer 去更好去服务到客户的一些专案。OK， 所以听完 CSE 的资本介绍以后，如果我要用一句话来去形容 CSE 工作的话，我觉得那就是让我们 AWS 的用户可以更懂得使用 AWS。那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在AWS 云端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客户，刚刚讲，其实我们developer 到 enterprise， 其实不管是从规模小到规模大，或者是从各个领域，比如说是从电商，甚至到区块链，各式各样的客户都使用着我们 AWS 的服务。那 AWS Support 就是让客户去了解用什么样的服务，或者是他正在使用什么样的情境，那他的一个 best practice 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常听到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不是只做故障排除？那其实不是，我们其实除了在故障排除以外，我们也有帮客户去做架构规划，甚至是在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之前其实也帮一些线上售票系统去最佳化它的感染 DB， 来让它售票的那个延迟降低非常多。那我们也帮助抢购网站去看它抢购的时候它的一个瓶颈是什么。然后来去协助他预先规划一些资源，让他抢购的过程可以更顺利。那下面这边的 QR code 的话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客户见证的 Customer Story，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扫描它。那中间的话是我们的订阅资源计划，那就是我刚刚提到过我们 Support 4个 Plan， 如果想了解我们 Support Plan 的话，可以去扫描中间这个。那最右边这个 DDoS 分享的话是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一看，是我们Cross Support Engineer 来分享在过去我们怎么去协助客户去解决他 DDoS 的问题 ，DDoS 的攻击，那怎么协助他 mitigate， 那让服务重新恢复正常的一个案例。OK， 那在知道云端技术知识工程师的职责范围后，我们就来看看深度。那我这边想从就是我这边进来以后的公司，应该说大家进来会想提出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进来工作以后才知道当初为什么面试要问这么深的问题。那我自己以我过去的 RD 经验来说，其实我在之前一份工作，我专注的在于是我怎么把code写好，怎么把code写个可以延展。那但是其实当我要使用一个协议，举例来说，我使用一个 TCP 或者是 WebSocket 的时候，其实我并不需要知道它底层协议怎么做，我通常只要知道怎么去抠这个 API， 或者是
怎么去用哪一个函式库就可以。可是当你进来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解决一个客户的技术问题。举个例来说，如果客户说今天他没办法访问某一个 EC2，就是我们的虚拟机，那我们可能会需要他截取封包或者收集 HAR file。那截取风暴里面，其实我们就需要了解到 KCP 的一个协议的详细运作，因为只有你了解KCP 协议的详细运作，你才有办法去分析这个包，那才有办法去协助客户去让他理解他的问题是什么，那他应该怎么解决。那第二个就是 AWS 每天都有新的服务、新的功能，完全学不完。那的确，其实我刚进来的时候只有100多种服务，但是在现在，其实我们 AWS 已经有200多种服务，已经增加1倍。那其实不止服务增加，甚至是我们单一个服务的功能有没有持续在演进，所以其实是持续都有学不完的一个客户的情境或者是一个功能。那第三个是 OK，我现在打电话给客服都会觉得像奥客，因为我们已经习惯 AWS Support 的标准来看事情。那其实AWS Support 甚至是整个亚马逊目标都是成为全世界最以客户为中心的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在不管是 Support 这边的一个决策，或者是在产品的一个决策，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决策都是 based on 在客户的一个反馈或者客户的一个想法来去推动我们的技术继续做演进。OK， 那接下来到常见问题，云端支持工程师的领域是不是只局限于基础设施？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跟 King 的技术的专业都不在基础设施，我是在 Browsing Networking 熟悉，那我也是开发，那 King 在 Big Data 这边比较熟悉，所以其实我们并不只局限于说，哎，你一定要熟悉，比如说底层的线路啊，或者是你应该要熟悉怎么真的去装设一个机器这样子。那面试者需要去具备哪些技能，或需要具备云端技术知识吗？那其实看我们征才一个 profile， 那每个 profile 不同。如果今天你有云端技术知识的话，有的话很好，但没有的话其实也没关系，因为相较于经验丰富但不深入，其实我们比较喜欢就是你在某个领域你是很深入的了解这个领域，而且你也喜欢去透过学习去解决问题的人。举个例来说，其实我们更喜欢的就是，比如说你在 HTTP 或者 TCP 很擅长，虽然你可能在比如说 DNS 啊，或者是你不熟悉底层的 VPN 网络，但是没关系，因为你在 HTTP 这边很擅长。其实我们希望就是看到你喜欢深入学习或者深入去学习，然后解决问题的一个人。OK。好，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嘉仁。OK，谢谢 Mark 的介绍。好，那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嘉仁，然后我是在2015年加入 AWS 的 Premier Support 台北的 team，然后我一开始也是从 Cloud Support Engineer 做起，然后我陆续的从 Database 的profile 转到 Big Data，然后在2019年有机会我就转职变成跟 team 一样变成 Ops Manager， 然后现在在带Big Data Analytics 这些 profile。然后在加入 AWS PS Team 台北的 PS Team 之前呢，其实我也在台湾几个大公司服务过，所以说可能等一下 Q&A 的 session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有人会想要了解说，AWS Support 这边的工作环境跟文化怎么样？那我觉得假如我待过这几个大家可能每天都会听到的公司，我的给大家的分享的内容应该是很值得参考的。我这边感觉外商跟在本土公司的这种差异是怎么样？然后这边一样有3个 QR code， 所以假如大家现在有空的话，你可以拿手机扫描一下，然后看有没有符合你专长的那个职位。那你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 Amazon Job 上面，我们持续都会去更新，假如有任何新的职位释出的话，对，好。好，那我们这个 session 的话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绍说我们的 leadership principle。那其实大家你到面试前一定会做功课嘛，你会上网去搜集很多人的分享很多人的经验。
那其实不止AWS， 每个公司一定都会有这种行为准则的 behavior 的面试。那我这边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我们 AWS Premier Support 我们会重视我们的哪几个领导力准则，还有一些面试的技巧。这样假如大家之后在申请职位，其实相同的概念不只适用于 AWS Support。AWS 其他的 role 啊，或者是你在其他公司，我相信一样的面试技巧都一定是用得上的。好，然后我们的 leadership principle 大家一定知道会有14个，但是前阵子大家应该有看到新闻，我们的新闻有新闻是写我们有增加2个leadership principle， 不过我们今天没有放在这边。那有其中一个我等下会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最原始的14个leadership principle。那大家不要觉得说一看会觉得很像是我们以前在学校读的那种标语啊，每天挂在墙上即使用不到，或者是要考要背的时候我们再拿出来看。来这边工作的一段时间以后，我真的会认知到AWS Amazon 我们是把这种文化完全的甚至在我们每天的工作里面。不管在hiring 啊，在 meeting， 在跟同事合作 project 解决问题，其实我们一直都不断的在展现这几个 leadership principle， 所以它不会只是一个挂在墙上的标语，我们真的是会把它拿来来验证我们每一件做的事情是不是有符合我们公司的这些领导力准则。那大家一定常常看到报章杂志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创始人Bezos 的自传都会提到我们的致力成为地球上最以顾客为中心的企业。所以这14个 leadership principle 里面，大家应该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哪个是重要的。当然就是第一个 customer obsession。那 customer obsession 的话我们会想要知道什么呢？我们会想要知道说你在过去的工作经验里面，或是实习，或是甚至在学校的团队合作经验里面，你有没有去帮你的 user 帮你的客户去想过他们的体验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要给他们提供更多超乎他们想象的服务，而不仅仅只是满足他们基本的需求而已。所以customer obsession 的话，这个就是你在面试过程中，你可以去想象你过去有哪些相关的经验，然后把它在面试里面展现出来。又或者说你有试着去怎么收集 user 或是customer 的 feedback。我这边会提到 user 主要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实习或者是在外面对客户的经验。那很多的场景其实你可以把你的同学跟你合作的合作报告的同学，或者是你在 intern 里面开发系统开发功能的 user， 那都是客户的一部分，那些都可以套用在这样的情境里面。你怎么去开发一个你觉得非常棒的功能给客户，而且在上面加了更多例如很棒的 UI 非常的友善的界面，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你可以拿来在面试里面使用。那 ownership 完以后，我们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learn and be curious。那像我们刚刚 Mark 跟 Tim 都有提到，我们这边真的东西学不完。我当初转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我觉得在这边东西非常的新奇，永远都是要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服务，然后有学不完的东西，而且同事都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都不同的专长，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learn and be curious 在对cloud support engineer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说我可能只是 database 专长，但是我在解决客户做连线的问题的时候，我不能说这个问题我就直接丢给networking 专长的同事，像 Mark 他连线问题你帮我解决，而是我们会希望 engineer 说这是连线问题，我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去学一下 networking 相关的知识，例如我怎么去收封包，好，封包收下来我怎么去分析。对，这样的话你的技能数会越点越多你的 skill 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广。所以 learn and be curious 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 leadership principle 这样子。然后右边的话untrust 这点其实我们也会非常的重视，主要是我们想要看看您在你是不是能够去尊重其他人的意见。那假如其他人给的意见跟你的是不一样的，你能不能去提出一些 data 一些说明来说服他们说我的方向才是正确的，然后进而把整个团队整个专案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说你也可以去看看你过去的工作经验，或者是在学校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相关的
例子，也可以拿来 interview 里面来做展现。那再的话，最为重要的就是 dive deeper， 这个就是 Scholars of Engineer 里面跟 Learn and Be Curious 是一样重要的一个 leadership principle。我们要想要看看说你怎么去分析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有非常正确的troubleshooting 的方向，而不是乱枪打鸟。例如说我先试这个指令不行，我再试下一个，而是你要有非常的逻辑说，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我先做重现，那重现不了我来看 log， 那 log 里面有哪些线索，一步一步的往下，你能不能钻到 root cause， 然后给客户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所以 dive deep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在我们Scholars of Engineer 里面面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 leadership principle。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 deliver result。那 deliver result 的话，顾名思义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把做任何事情都有个好的结果？你有没有办法去克服所有的困难？例如你要完成一个专案，你可能要先去谈需求，可能需求不好谈，user 的需求很模糊，或者是你要去跟很多不同的团队去做沟通、做协调，这些都是一个展现你有没有一个 deliver result 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所以我刚刚提到这几个 leadership principle 的话，都是在Scholars of Engineer 这个 role 里面我们非常重视的。那但我们也不是因为也不是说只有这几个大家要准备，我们每一个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准备方式就是说，第一个我建议大家，你可以把你过去你印象很深刻的你的专案经验，你 troubleshooting 的经验，你团队合作的经验，我们都把它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细节你做哪些事情，我们等下会提到 STAR 的面试的技巧，用 STAR 这个技巧来看看怎么把它展现给 interviewer 看。这样不管在任何的 interview 里面，其实我们不会建议大家说，你去猜测 interviewer 是不是要考customer perception。其实interviewer 我们不太会去问那种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或者是不好理解的问题。我们问的问题，你其实很快就可以去反映到说，我大概知道他想要了解我有哪方面的能力，那我赶快去从我原本的准备的例子里面去想看看，我有某个例子，例如我跟一个开发一个功能，然后客户很满意，那刚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来展现那个 interviewer 想要了解的你的特别的能力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一些技巧，大家可以在面试前可以做准备。然后这几个 leadership principle 的话，其实它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内涵，他们都是从字面上你就可以去理解到我们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意思。那我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新增的 leadership principle， 就是我们致力成为全球最佳的雇主 ，the best employer on Earth， 就是在地球上。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提供给各个新进同事非常完善的教育训练。然后大家也知道我们疫情改变了我们生活嘛，那当然工作模式也都会做改变，所以我们也会有远距工作的选项。那我们为了兼顾大家的生产力还有灵活性，所以说你可以跟你的主管根据你不同的发展阶段，例如你假如刚到公司，那其实你刚到一个公司，到一个新的环境，你就 work from home， 这一定会觉得很孤单，没有人可以讨论，没有人可以一起奋斗学习东西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大家可以到办公室跟同事聊聊天见面。那做一段时间，假如你熟悉的话，你已经上手了，那我们好不好就可以开始有那种混合的工作模式，例如work from home 几天，再到办公室几天等等之类的。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发展阶段、你的需求跟你的主管讨论你的工作地点的选项。所以说我们有 in office， 有 remote， 也有hybrid 这几种 model 都是可以开放的给大家做选择的。对，那除了这些以外，其实我们的工作环境以前还在办公室里面都是很 open 的，同事跟同事之间也都是非常 open 的讨论所有的问题互相做技术的交流，然后我们不会吝啬把我们知道的东西分享给大家，所以整个活动整个工作的氛围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也不会说你离开座位就会有人说家人你怎么离开座位很久，你跑去哪里，不会有这种的感觉。所以整个工作环境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尤其是我从以前的工作的环境跑到这边的话，其实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边的整个工作的氛围，还有跟同事
合作的这种感觉是非常的棒这样子。所以leadership principle 的话，我这边就介绍到这里，大家可以根据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来去做准备，几个技巧。好，那我们到下一页，等一下 ，OK。好，再来的话就是一些面试的技巧。那面试的技巧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履历的完整。那履历的话，当然我会建议大家你用英文写履历当然是最好的，毕竟你身体也是外商。那履历里面的话，其实我觉得不需要长篇大论，要简洁有力。你必须要让 interviewer 我们一看就知道说你的 skill 跟我们是符合的，跟我们要的人是符合的。对，所以其实你不用写太多冗长的说明，把你重点的专案的经验，例如你在专案里面你做了什么事情，有数字是最好的。例如你的某个功能帮公司创造了多了20%的营收，这些就是非常强而有力的说明，比起你解释你在专案里面、你在功能开发里面遇到哪些技术问题，都会带给interviewer 更多的感觉，他可以更了解说你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你有呈现这样的结果。所以履历的话，我会建议大家要花点心思在上面，对，可以让interviewer 更快可以在 interview 里面切入主题，然后根据你的专长、你的特质来问对应的问题，你也更能发挥你的能力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应该是你不管面试任何职位都一定要做的，就是先认识这个公司的 business model， 他们有提供哪些服务，然后他们有没有最近有什么报章杂志有什么新闻，他们的发展状况等等之类的。那你在面试 AWS， 当然我们不会要求你说，你把200多个service 你都要人听得懂，但是我们有一些比较核心的服务，像是 EC2、S3、EBS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基础，而且是用量最大，每个客户每个 user 每个客户几乎只要用 AWS 一定会有开 EC2 嘛，对不对？一定会有的。所以这些基本 service 我觉得你可以至少有一些基本的了解。那很好的管道就是我们不管是在 FB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体验营 Bootcamp， 大家都可以踊跃的去参加，或者甚至我们 YouTube 也有 AWS 的管道，里面都有一些那种几分钟带你认识某个服务的这种video。我会建议大家，你可以在面试前都可以去看看，然后可以把你的想法可以跟面试官在最后 QA 的阶段可以做一个讨论。对，所以这个是在面试前你一定可以做准备的部分。然后再的话就是其实面试是双向的，你不要觉得就是interviewer 一直在问你问题，我也会建议大家你可以准备很多的问题，但是问题不会是那种什么你觉得公司下一步要做什么，公司未来发展的愿景怎么样，我们反而比较喜欢你问我们说我们的 daily life， 我们的这个弱的每天的工作生活是怎么样？那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应对？我们有哪些 resource 可以去利用？这些问题会更让 interviewer 可以了解说你对这个工作是有一定的兴趣的，你想要了解这些事情。相较于你去问说，公司的下一步我们的未来产品会有什么新的服务这些个人去展现你对这个职位的兴趣，这样子。对，那除了这些的话，你可以去准备其他你想要的问题，在你们面试应该都会留10到15分钟，跟面试官有一个除了面试以外的其他问题的互动，你都可以在那时候做询问。那这个的话，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应该是你在面试前，你们到网上搜寻或是很多人都会给你的建议，就是你面试一定要透过STAR 的这个技巧来回答任何的问题。那我这边就快速的带过一下什么叫 STAR 第一个就是situation， 就是你要先把你面对的问题的状况描述清楚，不要太简单。例如说，好，你可能说，有 user 跟我回报说他有个 SQL query 很慢，就这样子而已。但是你只要可以帮他多加一点描述，说，有一个客户跟我描述一个状况，就是他的 SQL query 很慢，那这个 query 对我们的 business 很重要。例如说，我们的出货的订单就减少20%，这些都可以更能描述你这个情况的紧急性。所以你可以去了解说，一样的描述，你多加一点叙述，让带给 interviewer 会有不同的感受，他可以身临其境去了解说，原来你当下是在那种紧急的状态下这样子，然后能提供足够的细节。
但我说的细节不是说要长篇大论，把所有的细节都一五一十跟流水账一样讲给 interviewer 听，而是你能非常简洁的把重点都带到。那假如有不足够的地方，其实 interviewer 他都会再钻下去，他会再问更多小问题来去了解他想要有兴趣知道的问题。那大家一定都会说，那这个场景是不是一定要跟技术相关，要跟 cloud service 相关？其实没有。你们在不管在求学、在 intern、在工作的生活里面，有很多跟人的互动，其实也都可以拿来做一种面试的一个 example 给那个 interviewer 知道。例如说像 dive deep， 其实大家都会直接联想到说，我是不是跟技术要相关？其实不用，你有可能是例如说你帮客户谈一个需求，然后你还在把那个需求要把它弄详细一点，然后你在谈这个需求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例如有其他的例如客户不合作，他的叙述都很模糊，或者是说你想要去跟其他同事去讨论，但是同事他们不熟这个领域，或者是他们很忙不愿意理你，这种东西也可以拿来当做一个在 behavioral interview 里面可以拿出来的 example， 不一定全部都要跟技术做挂钩，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放在也可以记起来。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task 就是说，好，我拿我们刚刚的例子来讲，我们的 SQL 跑很慢，那你会做的你会想要做的 task 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帮它变快。那原本几秒，例如说，原本跑10秒，那我可能想要让它变5秒、变3秒等等之类的，这就是会是你的一个目标。然后你接下来的第3个 action 就是会朝这个目标走。好，你这个你要让 SQL 变慢，那是不是就加 index？ 但是 index 会有很多的种类，然后你也要看看加 index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 application 等等之类，这些都是你必须要去加强描述的。所以说在这部分的话，很多人都会说有个 SQL query 跑很慢，我加 index 就跑很快，这样就结束了。但是其实你可以把它讲得更精彩。例如说你在加上 index， 你一定要做一些分析，因为你不能慢慢在生产环境就做任何的 change。那要做的 change 之前，你要跟谁跟谁沟通，一定是 user。那谁对这个 data 是最了解的，可能有 data engineer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细节，你可以在 action 里面去谈到的。然后其实在这边你要避免去讲说是我们是聚焦在你，因为 interviewer 会想要知道说你在这件事情里面你做了什么事情，对不对？你付出了多少？你假如讲we 都是讲我们的话，那interviewer 就会觉得很疑惑。好，那我可能要再多问一些问题来了解说好，那家人你在这个troubleshooting 在这个处理这个问题里面你的角色是什么？但其实你只要一开始就把你在里面做的事情表明清楚，那就可以省去这一段的来回。对，这些也是大家可以也可以放在心上的。那最后就是 result， 你有什么样的结果？例如你你做完加 index 了以后，你的 SQL 加强变快了50%，那可能比原本的更快10%等等，这你又做了其他的优化，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可以让面试者可以充分的去了解说这个在这个SQL query 的 troubleshooting 里面 tuning 里面家人做了哪些事情，他的怎么应对，然后除了可能看出来他的沟通技巧，也看出来他的技术深度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在一个简单的 example， 你跟 interviewer 在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拿到很多的 data point， 每一个你讲的话其实都会是关键，都会对 interviewer 是很有很大的帮助。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非常建议大家要使用的 STAR 这个面试的技巧。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面试流程，就是你准备好履历，然后技术评估，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行为式的面谈，就可以用我们刚刚谈到的技巧。那我们现在需求的领域有这几个领域，但你有可能不会在我们的 job 上 Amazon job 上面看到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职缺，但是你可以持续的关注，然后我们不定时都会释放出我们需要的职缺这样子。然后这边如果应征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些 information 可以先拍照记下来，或者是会后我们会给你相关的 information， 对，到时候再麻烦大家可以到上面，或者是跟相对的同事做联系。那我这边最后再补充一个就是英文的部分。那大家外商我们还是会希望大家有基本的英文能力，但是你不要担心说会不会要你跟native speaker 一样
不会，我们会希望你至少是可以听得懂，可以表达，因为你进来以后，你有很多同事是来自国外的人，你只要你的英文能力是可以沟通的，其实对你的 career 的 growth 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对，好，那这就是interview 的技巧跟大家做分享。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就把时间交给Mark 会跟大家介绍一些 AWS Networking 相关的的 sharing。好，好，我把画面 OK。好，那今天的话，哎，刚好又是 Mark，又是我。那我今天的话会想透过我们介绍一些网络的技术，然后来让大家了解说，如果今天你在准备一些技术方面的话，有准备的一些 tips。那因为我自己是熟悉网络，所以我会以介绍网络为主。不过其实其他服务大概其实这些 tip 的原则也都是相似的。OK， 好。那我的 agenda 的话，首先我会快速过我们如果面试一个网络，我们基本的知识要求是什么？那接下来会我们盖上我们亚马逊的VPC 的一些基础观念。那每一个主题最右上方我都有放一个 QR code。这 QR code 的话，如果大家对这个主题有兴趣，想要深入了解的话，可以再扫描右上方的 QR code，那里面会有更多的资讯。好。那看到这一页，大家有没有吓一跳？如果要面试 networking 的话，需要了解这个每一个 protocol 吗？那其实不是，像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你如果都了解当然最好，但是如果今天你在某个技术领域有你深入的一个，比如说研究或者是解决很多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很希望也会喜欢像这样子的一个面试者。对，那有些人会问说，那亚马逊服务真的有使用到这么多个一个 protocol 吗？那其实我可以举个例，比如说从 Layer 1开始，我们有一个服务叫做 Galway Connect。那这个服务的话是去串接客户的资料中心，那真的拉一条实体的光纤线路到亚马逊的云端，你可以想象就是客户的资料中心跟云端是直接串接在一起，你可以直接访问。那在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需要去知道说光纤的讯号要怎么量测，怎么解读。那光纤的一些配置，两边有没有配置对？因为客户如果没配置对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建立起来。那我们再往上层一点，到 VLAN。你建立好光纤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去确认两边的 VLAN 有没有 match。那 VLAN 完了以后，我们最后可能会到 BGP。原因是因为两个线路拉起来的时候，你需要透过 BGP 的协议来去沟通路由。那讲到路由的话，就会想到路由其实它会有分优先权，所以你也需要知道说路由的优先权怎么去设，怎么去判断，怎么去决定一个封包它的路由该怎么走。那我们再继续往到云端的话，在云端很多个客户会使用 NAT Gateway 这样子一个设备，这个跟传统频道 NAT 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今天客户在遇到 NAT 问题的时候，那因为 NAT 本身存在一些限制跟 TCP/IP 有关，那你在解决客户问题的时候，你就会需要知道 TCP/IP 的相关技术知识。那最后，如果到了最上层，你要去 hosting 一个 website 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一个 ELB，那去负载均衡。负载均衡同时支援 HTTP 跟 HTTPS， 所以在帮客户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会需要了解 HTTP 跟 HTTPS 的差异，那它的技术细节是什么？所以我这边先给第一个 tip 就是，如果今天你要面临任何一个我们云端技术知识工程师任何一个 profile， 我会建议你可以去看，在这个 profile 下 AWS 它提供哪些服务，使用了哪些协议，那你可以朝这些协议去做准备。跟如果今天刚好你本身就有这样的知识感很好，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做一些准备。那因为我们的面试其实也会着重在就是我们亚马逊服务有使用到的协议。那举个例来说，如果今天你面试 DB 的 profile， 那因为我们有提供 MySQL 的一个RDS 的这样的服务，你可能就需要了解 MySQL 应该要怎么去运作，然后或者怎么去操作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先从 VPC 开始。那 VPC 的话，它是一个虚拟网络。那
可以简单的说，就是你可以在一个亚马逊上创建一个你自己的一个私有网络，你可以在里面放Amazon EC2，那 EC2 其实就是虚拟机的一个执行个体，那在虚拟机上你就可以放自己的作业系统。那这个虚拟网络跟你在我们一般在真实实体网络上设置，或者是在你在资料中心的概念非常像，所以我们一样提供，你可以设定 IP address，你可以设定子网，然后你可以设定路由，甚至防火墙规则。那在我们常接触到的客户案例，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客户可能他在地端的机房，他有一套服务，那他准备迁上云端，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找我们 support engineer 一起去讨论，我们会提供给他网络规划的最佳实践，那或者是说他在迁移的时候，他有可能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给他协助。好，那当你创建一个 VPC 以后，像刚刚讲，你除了放了 EC2 以外，你还可以放各式各样的服务在里面。那这个服务都会在这个 VPC 里面，在这个隔离的子网，他们可以互相沟通，但别人没办法去访问它。OK，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Region，那 Region 的话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在AWS 云里面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机器，比如说你的一个网站服务，你可以散布到全球各个地点。那我们每个地点就是一个区域的概念。我们一个区域的命名的话，是用当地的地名为命名。举例来说，我们有一个区域叫伦敦，有一个区域叫做 North California，那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欧洲。那区域后面会用代码，比如说伦敦会叫 EU West 2。然后北加州的话会叫 US West One。那这个区域的话，一般客户在选择区域的时候，其实它主要大部分都会是第一个你考量到你的访问的延迟性，那第二个的话可能是法规的问题，那有些欧洲客户可能会需要match 相关的法规，所以需要把你的资料中心放在欧洲。OK，那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控制台，我们怎么在亚马逊的控制台选择区域呢？其实很简单，你可以看到右边有一个下拉式选杆，那你就可以看到亚马逊的各式各样的区域，你只要一键点过去，你就可以去那个区域创建你想要的资源，比如说创建一个 EC2，你就可以在那边架起一个网站。OK，那在每个可用区里面，不好意思，每个区域里面的话，它还会有可用区的概念。这个可用区主要是为了高可用。那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 HA，因为如果今天你只把你的服务放在一个可用区的话，那如果今天这可用区真的出现了意外，比如说龙卷风、闪电、淹水、地震，这个资料中心有任何的异常，那你没有另外一个资料中心可以切换，所以我们其实有提供一个可用区的概念，我们会建议客户都把资料放在2个可用区。那我们可用区的话，是每个 region 内有各自可用区的概念，它会分在那个 region 代码后面加上 EA 跟 EB。对，OK，那在 VPC 内怎么去划分网路呢？VPC 内的话，不好意思，VPC 内的话，你可以看到右边，其实 VPC 内我们每个子网都可以提供给它一个 IPC IDR，那这个 IPC IDR 你就可以去切分，你每个子网的一个网路段，那在你之后去不管是做路由表或是做防火墙规则的时候，你都可以很快的去指定，比如说我10.0.0/24，那我的路由要路由到哪边？那这个是我们 VPC 的控制台，那你要让一个子网也非常简单，你可以看到，它右边你只需要填入你的 CIDR，然后右边会有帮你算出你这个 CIDR 的可用的 IP 位置，你不用自己去算那个2进位。OK，那怎么将流量搞出来呢？或者说怎么去控制路由表呢？其实我们在每一个 VPC 的子网内，我们都可以设定一个路由表。
这个路由表就像刚刚讲，你可以指定一个 IP CIDR 去指定到我们其中一个网络设备。那你可以看到这里，这是我们设定路由表的一个控制台。举例来说，我可以让我的10.0.0/16，我可以指引到 Internet Gateway。那 Internet Gateway 是什么呢？ Internet Gateway 就是我们客户如果今天你创建一个 VPC，那你希望这个 VPC 可以上网，可以去存取网络上的，比如说可以透过别人来访问你的 Web Server， 或者是你可以去网络上抓一些 page， 抓一些新的软体下来，那你就要创建一个 Internet Gateway。Internet Gateway 是一个我们亚马逊托管的，它是可以一键启用，所以其实我们客户可以一键启用 Internet Gateway 以后，它是一个会自动水平扩展而且高可用的 VPC 元件。那它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当你启用 Internet Gateway 以后，如果今天你的 EC2 流量出了 Internet Gateway， 我们会自动帮你放上你的这个 EC2 的外部 IP， 所以在网络上，其实实际上你外面的人看到的是你public IP 出去访问你的比如说远端的服务器，他不会看到你的私有 IP， 因为私有 IP 对方也没办法 login 回来。OK， 那如果今天我希望限制，如果对外连线，可不可以我的 EC2 只有对外连线，那我不希望别人可以访问我？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呢？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网络上，如果今天有一个 EC2 有一个执行的一个虚拟机，那它有一个 public IP， 随时大家都可以访问的话，你会看到第一个会有非常多的爬虫，第二个可能会有恶意的攻击者会来去扫描你的哪一个端口有开，然后可能知道说你这是哪一个服务来对你做比如说渗透或者是攻击。所以如果今天一般你的需求只是希望你可以去上网download一些 page 的话，那我们会建议客户使用 NAT。那 NAT 的话，在亚马逊我们提供一个叫 NAT Gateway， 像刚刚讲，这跟传统 NAT 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功能，那一样是由我们来管理。那我这边刚好透过这个 NAT 的创建过程跟右边这个网络图，想要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概念，在整个 VPC 有子网，然后有 NAT。那左边是 NAT 创建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你只需要决定子网，决定你要分配哪个 IP。那在右边，你可以看到右边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 NAT 跟一个 Web 服务器的一个子网的一个规划。你可以看到下面你有一个私有子网跟一个公有子网，下面是私有子网，里面可能会放只有private IP 的，比如说 GitHub-based server， 因为这些 server 它不需要被外部访问，但是它有可能要去下载一些 page， 所以它会透过 login cable， 你可以看到右边下面有一个叫做 min login cable， 那它会透过 login cable 去指定你的0000，就是internet 的意思，就是所有除了10.0.0/16以外的地址都要走 NAT Gateway。那 NAT Gateway 就会在一个公有子网在上面，它出公网都会透过这个 NAT Gateway。那你可以看到左边会有一些 Web Server， 那这个就是面向真实用户的 Web Server， 它会有自己的一个Elastic IP， 也就是外部 IP， 那别人可以直接透过 Internet Gateway 来访问这个外部 IP。OK， 好，那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跟着我，所以我想要来一个简单的 Q&A， 我们可以在那个下方，如果大家加入会议的话，应该在那个聊天视窗里面可以输入你的讯息。那想说希望让大家来一起参与，就是第一个，如果想要建立一个应用程序给欧洲的使用者的话，那请问要建立在哪一个 region？好，我这边看一下。人根，没错，EU West 2，对，开放。好，那下一个，那 EU West 2 A 跟 B 这两个主要是代表什么呢？OK，A 粒备份，没错。好，那最后一个，如果我想要让我的私有子网那个执行EC2 的虚拟机执行个体可以连线到网际网路，
但是我不希望其他网际网络的人可以来访问这个 EC2，那应该用哪一个网络设备呢 ？A、B、C、D。C， 对，好，非常棒。那我最后还有一小块针对说明 EOB 跟Lao 53。那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在除了 AD 可以做一个备援的话，在 VPC 如果今天你要创建一个网页服务器或者是任何服务，那我们也会建议我们客户使用 Elastic 的 Load Balancing， 也就是负载平衡。它可以当做对外一个唯一接口，当有流量进来的时候，可以分散到你后端多个机器。那在机器的控管上，你也可以使用 Auto Scaling Group。那 Auto Scaling Group 的话，是可以根据机器的负载，自动去伸缩机器，自动做扩容或缩小。那为什么需要扩容跟缩小？那举个例来说，其实像我们一般的服务来说，其实在每一天，它的流量的峰值跟低谷的时间几乎都是固定的。举个例来说，如果今天是一个游戏服务，那它流量的峰值通常就会在每天晚上6点之后，那可能到凌晨12点降下来。所以在这段时间，你可能可以做一个预先扩展。那在平常凌晨的时候，你可以把实力缩回来，你就可以不需要去浪费那些空闲的实力，你可以去节省你的成本。那我这边其实想要提到另外一个面试技巧，就是像 Load Balancing 来说，Load Balancing 目前我们其实像大家如果扫右边上面这个 QR code，我们 Load Balancing 目前有分4种 Load Balancing。那我们这个扫完 QR code，你刚才看到一张表去详细说明说每一个 Load Balancing type， 举例来说，我们有 Network Load Balancing， 有 Application Load Balancing， 有 Gateway Load Balancing。每一个 Load Balancing 它的 type， 它的一个个别的那个功能是什么？那它有哪些特性？那其实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如果要去在面试的时候要准备某一个，比如说不知道在 protocol 有哪些方向，比如说想要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其实我们有列出 TCP 啊或 HTTP， 但你觉得这个东西太广了，你想要再深入了解说到底要从哪一个方向去准备，那我会建议你就可以去看我们以 EOB 举例，像我刚刚讲那个表，那个表里面就会有举例来说，我们 ALB 就会支援 SNI 或支援 WebSocket， 支援 HTTP2， 那NLB 可能在 KOS 这边支援 ALPN， 那这你就可以预期这就是我们面试会问的问题，因为当我们在协助客户去解决比如说 ELB 相关技术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预先要知道这些相关的知识，比如说你要知道 SNI 是做什么，它背后怎么做。那你要知道说 WebSocket 大概运作或者是常见的故障排除是什么？那你要知道说，如果今天你是面试网络 ELB， 那最常见的故障可能是 HTTP 的500或400错误。那各个500或400错误的代码大概可能什么原因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我会建议就是大家如果在准备面试的时候，可以去朝各个自己的要准备的服务，去看一些它官方的页面，去看到它使用到哪些除了协议以外，还有哪些功能或者更深入的一些技术，然后可以去看看说，哎，自己需不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补强。OK， 那最后在绕53这边的话，我们绕53的话是我们的 AWS 的托管的网域 DNS 的 Web 服务，它可以做网域的注册，也可以做 DNS 的路由，那可以做运行状况的检查。那2个常见的路由的例子，第一个就是容错转移，你可以做 failover。举例来说，你可以有2个站点，一个主要，一个备用，2个持续做运行状况检查。当 A 站点是坏掉的时候呢，主要站点坏掉的时候，绕53会自动帮你去切换到 B 站点，就是备用的站点。那恢复的时候又再把它切回来，这是一种。那另外的话，可以根据地理位置，我们可以自动去侦测到客户的地理位置在哪边，提供给他你设定的。举例来说，你可以设定台湾就到比如说新加坡或东京的 EC2 提供繁体中文的页面。那如果是欧洲、美国，你就提供是英文的页面，可以搞这样的功能。OK， 好，那我这边简单介绍到这边，那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就是我们针对VPC 的一些基础的一个
一个知识。那我最后把时间还给家人到 Q&A 时间。OK，谢谢 Mark 的介绍。好，然后这边大家有时间，现在应该比较多时间，可以扫描 QR code，或者是把这2个 email 拍照，或者是记下来。之后你有任何工作相关 Cross-Support Engineer 工作相关的东西都可以做询问。那我这边我先整理我们手上预先在会议前有收集到的一些问题哦，我先来帮大家做解答。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工作内容跟环境。那我这边可以先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说，我们每天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子的。Customer Support Engineer 他顾名思义，他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解决客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客户会开 case 进来，我们要帮客户解 case。所以说你可以想象你们一上班以后就是要开始帮客户解决问题。但是你也不是说像机器一样，就是一上班8、9个小时就是一直在解问题，完全没有喘息的时间。你只要解到一个问题，你只要需要深入研究，你就可以先去做 lab 什么之类的，这些都是你安排，不会有人在后面跟你说，哎，你现在 case 中案 case 做的怎么样？你还要多久才会做好？不会有人这样去控制你，一切都是掌控在你自己的手上。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情境，可能是会把你的 case 抽换掉呢？有可能说，有客户他可能升级某个 case，他变得很紧急，有 production 的影响。那跟你手上的 case 比较以后，你手上的 case 可能相较于那个 case 是 general guidance， 所以说搞不好我们就可以把它抽换掉这样子。所以大概会有这样的状况。那除了做 case 以外，我们还会有sharing 你也可以把你的专长做分享给其他人。除了 sharing 以外，有 customer engagement。那在疫情前的话，我们其实多少都会有机会去客户端上赛，但是在疫情后，我们全部都是 remote 远端。所以说常常会有客户会想要知道说，我用这个 service 我们比较新，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陷阱什么点什么设定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这时候就是大家上场的时候了，因为我们每天帮客户解 case，我们对这 service 有非常多的知识，然后我们也大家都知道说一般的客户都遇到哪些问题。这时候你可能会跟我们的另外其他sales SA 或是 technical account manager， 他们就会来邀请你，然后准备一些材料，然后分享给客户这样子，所以也会有 customer engagement。所以你每天的生活的话，除了解决 case 是基本，但是你可能也会掺杂有很多其他的event在你每天的生活中。所以这个是每天大致上的工作内容。然后工作环境的话，其实我觉得环境还不错相较以前我们的办公室这边的办公室漂亮，然后咖啡什么东西应该都是基本的，然后view 我们在信义区view 什么也都还不错，所以环境我觉得工作起来是还蛮舒服的。然后整个文化就像我刚刚在介绍的时候也有提到，我觉得是很开放的没有人去管你，一切都是你要有很好的自制能力，都很弹性，一切都是你自己在控制。所以我们大概的工作内容的环境，我的介绍就到这里。然后还有人问说，我们的工作岗位是不是有科系的限制这边我也跟大家讲一下说，你们应该有看到我们的 job description 都会写很多。我以前也跟大家一样，我们看到那 JD 就会说这个不可能，我不可能有那么厉害。其实你只要看 job description 里面有几个是你符合的，那些就是你的专长，你的 skill， 你就聚焦在上面，你就不要怕，你就提出申请。对，反正我们一定会有履历的审核，会有 phone screen， 会有interview， 对，我们就一关关过。所以我们其实虽然我们会有工作科技的限制skill但是你只要看到那个 job description，你有几个skill 是你符合的，你觉得你还蛮有信心的，然后你学能力也 OK， 那就是勇敢的去申请。对，我们不会说你是企管系背景的，所以你不好意思你不能来申请，没有。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非那个 CS 相关科系的，我记得我们好像有学材料的，原本以前学校是学材料的，然后也有是心理系的，什么都有。
但是我们最后都是看大家的 skill， 你只要在那个 domain， 例如说你在 Big Data 领域你对 Hadoop 很熟，或是你是 Linux 的专家，这些都 OK， 对，那些东西都只是job description 上面的描述而已，你都可以提出申请这样子。然后申请Customer Engineer 的必备技能条件。那我们刚刚前面有一页是讲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 profile 嘛，所以说假如你对MySQL 很熟 ，Database 你就可以申请Database profile 的。所以我们没有所谓的技能条件，而是你只要看那 profile， 看那个 job description， 有什么能力是你觉得你拥有的，你就可以提出申请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的话最后一个收集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做 training。那我们这边大家一进来都会有3到4个月的 training 的时间，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一上线我要叫帮你推上火坑，你就要面对客户，不会。我们设计一连串的 new hire training，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线上课程，大家都会有充分的时间去熟悉，我们也会有排 mentor，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重视的环节。然后我们除了大家的线上学习，我们很多的 new hire training 都是真人授课，不会是那种叫你看一整天的录影这样子。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其实有很多 internal 的 resource， 很多 internal training video 都是大家可以去利用的资源，对。然后除了这些以外，你也可以跟其他的同事不只是 local 台北的，你可以跟大阪的同事、西雅图、Cape Town 等等很多其他赛的同事，甚至你会讲日文，我们在日本 team 也有同事，都可以跟他们讨论，对，学习这样子。所以这几个是我们在webinar 前收集到的一些问题。那我现在看看我们我们现在看线上大家提到的问题，我来看有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帮忙回答的。OK， 刚刚有一个人提到说，假如现在在读博士班，可不可以先投？那这的话，其实你都可以跟我们的recruiter 聊看看，他们应该都会帮你做对应的安排。对，这部分的话，你可以看我们现在荧幕上面的2个 email， 可以寄信跟他问。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个人问到说，case 的数目会不会所谓的业绩？那当然就是你像你们假如做开发的 developer， 你一定会有基本的 KPI， 你们就是以 project based 的。那你 Customer Engineer 当然我们就是解决客户的问题，但是大家不要担心说我们会设那种例如你一个月要解100个跟机器人一样，这不用担心。我们设定的 goal 都是非常大家不会说需要拼死拼活才能去达到的那种 goal， 而是我个人觉得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以前我根本不会去在意那个 goal， 因为那个很自然而然就达成的。你一天上线，然后你解个2个 case 2个 case，一个月那个 goal 就达到了。反正那个 goal 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重点，而是我会觉得我每天做 case 过程中，我面对不同客户的问题，有人帮他们解决，这是会有一种成就感。重点是我觉得很有趣你也许你100%的 case 里面可能有2-3成是重复的，那重复的话，你当然知道怎么解决，很快就可以解掉了。但是那7-8成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设定、不同的客户环境，这些都是很有挑战性的。所以我以前都会觉得我以前每天工作时间过很快，我觉得工作时间过很快是很不错，代表你过得很充实，然后你非常沉浸在你的做的事情里面。对，所以我觉得很不错。所以当然一定会有 case result 不够，但是这个够，我个人觉得不会造成的压力。至少我觉得一般的engineer 我们的同事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平衡点，不会因为说我这个月一直被这个数字压着打，好辛苦好辛苦，不会。这样做的话，其实真的就太累了，这样子。好。有人有问到说，我们是以顾客为重的工作形态，会不会需要业务性的专长？你提到的应该是我们的 soft skill。那所以说其实我觉得 Customer Engineer 很特别，就是我们除了重视technical skill 以外，沟通方面可能也是我们会想要去着重的地方。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们没有让大家像业务一样，像 SA 一样那么会讲，而是你只要能清楚有逻辑的把一个问题表达给客户了解，其实就 OK 了。或者是你在做一些沟通协调这方面的话，都是很冷静，然后可以有逻辑的、很有组织性的做沟通就可以了。不会是说我们要你的口才要非常厉害才能来胜任工作，不太可能。我们还是以 skill 是最重要的，然后 soft skill 的话，我们当然也是一样重要，但是我们的不会百分比没那么高。
我们希望你有基本的沟通能力就好，因为很多东西是你没有面对过客户，你不会知道，你面对以后你就会去学，慢慢去成长，去改变，所以你的 communication skill 也会越来越好。对，好。很多人会问说，会不会适合应届那个毕业生才能适不适合应届毕业生？其实我们内部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是new graduate 就是刚毕业进来的，所以其实你们在学校一定都会学，像你可以networking 的东西，我们以前技概什么东西一定都会有，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些networking 的概念。所以搞不好你就可以以这个为基础，又或者说你以前在学校有打工，有帮实验室 maintain 你们的环境，所以你对 Linux 的admin 很熟，这些都是一个可以拿来用的。再来的话不然的话就是你在大学做 project 做专案的时候，一定都会有那个领域的专长，那些都可以你拿来对跟我们的 job description 做 mapping， 看有哪个是符合的。也许你是分散式运算，那很适合就做 big data， 就算你不熟 Hadoop， 但是你分散式的运算的概念。其实你要去学我们的 service， 上手应该很快，所以不会说我是不是在学校就一定要学 MySQL， 要学 Hadoop， 要学 networking 要很深，我为什么 IT 头都要非常的熟等等这些，其实不会，对，所以我会觉得大家不要把自己限制那么多，而是去看看自己手上，你先去看看你觉得好，我现在讲出来我的 skill 有哪些，那 skill 我可以 mapping 到我们的哪几个role， 然后你就可以提出申请这样子。那假如真的有不符合或者不足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回来再准备，因为我们的 team 持续在成长，机会一直都会有。英文能力不好的话，英文能力的话，我不会说英文能力，我会要求说，你多益你的托福要到多高，你英文要讲很厉害，要很流畅。还是会回到我刚刚讲的，你到的是 Amazon，AWS 是一个外商的环境，我们当然有很多讲中文的同事，但是同时我们绝大部分的同事组成都是国外其他国家的人，所以说在这边发展的话，我还是会建议英文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不光是你来 apply 我们的职位，你去其他的公司，我相信英文也是会同等重要的。好的英文能力，你跟其他你可以例如你可以交到其他side 的 engineer 的好朋友，你们问问题会更容易，更多人可以讨论。又或者说你在做 case 的过程中，你有可能会开 internal ticket 给 service team 给开发团队，你可能会跟他们有 meeting 有 call。那当然你不可能进去说，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你讲什么，或者是我讲的他听不懂，你们这样就无法帮客户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不要求到说要多厉害的英文能力，但是我觉得至少要有基本的沟通能力。那假如你有基本的沟通能力，其他东西可以进来再磨练再学。我们有很多同事都是在工作以后，他的英文就成长很快。对，在这环境下都会有很多的刺激，会刺激你去做更多的自主学习，去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英文我英文是不够好，所以不能申请。你只要觉得英文读或是写就基本的都没问题，然后可以做沟通，应该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了。而加上我们你那种很多的 training 啊，我们很多的 material 都是英文的，所以你有相对应的那个阅读啊，或是说的能力对你读你那种 document 也会有帮助。好，证照的话，我会觉得证照对 interview 来讲的话，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但我会觉得你有 certification，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肯定，你有一个基本的 skill， 但是你要怎么那只是一个门槛而已，你剩下的话还是要看你怎么去展现你自己，你有这方面的专长，对不对？例如说你可能考到我们的 SA Associate， 好，那可能你对我们的其实很多的基本的 service 都有了解，那这个东西就会在你的 phone screen 或是你的 technical 的 interview 里面去展现出来说，你是不是真的对我们基本的 S3 啊、EC2、VPC 这种基本的 service 有基本的了解，对，不会说因为你有 certification 说都加50分起跳之类的，我有这样，一切还是要看你在 interview 里面的表现，这样子。有人问说读研究所是不是必要的？研究所应该不会是必要的。我们还是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看你的 skill， 以 skill 来看看说你能不能在这职位上面做出贡献。所以我觉得这些的话，你都可以投履历，或者是直接寄 email 到我们这两个信箱来讨论来询问这样。
好，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写？有些问题可能是比较这边不方便跟大家讨论的，你就可以直接用email 跟我们 recruiter 来做询问这样子。我这边会先看我当下可以帮忙的部分。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一般都还是找就是在台北的还有 Dublin 的正职的高手engineer，当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 role 不同的 position 在其他国家，那这些的话就是要你就可以去我们的Amazon Job 上面去投递，然后他们会跟你说后续的安排这样子。我们这边还是 target 在我们这3个地方的职缺。好，有人有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就是在问实习的细节哈。其实实习的部分的话，进来的话，你觉得你要工作哪几天、哪几个小时，这些都可以跟你的 manager 谈，这都很弹性的。不会有说，你1个礼拜、1个月要进来几天等等之类的，对，这些不会有一个 hard limit，都是可以很 open 的跟你的 manager 做讨论这样子。然后我们的面试的话，就会回到刚刚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个 phone screen， 然后 phone screen 完以后 resume phone screen， 然后我们会有个 root interview。那 root interview 的话，大家在网络上应该都可以搜寻到，我们的 interview 大概会有4到5个或3到5个吧，等等之类的，反正就是多余的 interview， 所以应该也最少会有3场到4场的 interview 这样子。好，薪资部分的方面的话，我就比较不方便在这边做讨论。然后其他的话，我看应该都有回答到。那不然的话，我们就应该时间也差不多，也到4点55分了。那假如大家在对这个 role 啊，对我薪资啊，或是其他的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寄信到这2个 email。他们都会帮你做解答。那我们今天的sharing 就到这里。那谢谢大家的时间，也谢谢 Tim， 谢谢 Mark， 谢谢大家。